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2024年6月6日 ，SpaceX 的星舰进行了它的第4次集成飞行实验。从公开的信息看，4飞的星舰完成了所有预定的实验目标，虽然仍然存在着些许不足，但从总体上看，实验取得了成功。如果联想到2023年4月20号，连超重和飞船分离都没有实现的星舰首飞，到现在不足14个月，对比其他火箭系统的发展过程，这样的发展速度绝对是绝无仅有的。下面我就以中国航天的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美国 NASA 的 SLS 火箭、ULA 的火神半人马座火箭、蓝色起源的新格伦火箭和 SpaceX 自己的猎鹰9号火箭为例，来说明星舰研制的速度有多么的快。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的5米直径的捆绑式大型液体火箭，它是一种一次性使用火箭。火箭主要由新一级2个液体火箭助推器组成，并可以根据要求加装2级和上面级火箭。新一级火箭的直径是5米，助推器的直径是 3.35 米，火箭的最大高度是57米，最大的起飞重量是852吨。目前该系列火箭主要有2个产品，就是长征5号火箭，主要用于执行地球同步轨道和其他深空任务，它的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是 5.1 吨。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主要执行近地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发射任务，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25吨。从2006年长征5号研制立项到2016年11月首飞，长征5号的研制周期用了10年。到2024年5月，在7年半的时间里，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总共进行了12次发射，除了第2次发射失败了外，其余的11次发射都取得了成功。太空发射系统，简称就是 SLS， 是 NASA 从2011年开始开发的一种基于航天飞机技术的重型运载火箭，它也是一种一次性使用火箭。目前，火箭的主要用途是搭载猎户座飞船进行重返月球的阿特米斯计划。SLS 因为利用了航天飞机现有的成熟技术，而取代了价格高昂的研发战神1号和战神5号运载火箭的计划。它是一款2级火箭，捆绑有2枚原来用于航天飞机的5段式固体火箭助推器。SLS 火箭的新一级直径是 8.4 米，助推器的直径是 3.7 米，载人版的 Block 1火箭的高度是98米，起飞重量大约是2500吨，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大约是95吨。从2011年开始到2022年 SLS 首次无人飞行实验，历时11年。SLS 的第2次飞行实验计划在2025年进行。在这次飞行实验中，4名宇航员将乘坐猎户座飞船搭载 SLS 火箭进行绕月飞行。火神半人马座火箭，简称就是火神火箭，是 ULA 的一种大型2级运载火箭。目前该火箭还是一次性火箭，但具有一定的升级潜力，不排除以后升级为1级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可能。火箭的新一级的直径是 5.4 米，高度是62米，火箭的起飞重量是550吨，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 27.2 吨。火神火箭的研发工作开始于2014年，2024年1月8号，火神火箭首飞成功，用时是10年。到目前，火神火箭进行过1次发射。新格伦火箭是蓝色起源公司在2012年开始研发的可重复使用的大型运载火箭。火箭的直径是7米，火箭的高度是98米。火箭的起飞重量到目前还没有公开。目前公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45吨。火箭预计于今年下半年进行首飞。猎鹰9号火箭是 SpaceX 公司设计并制造的中型2级系列运载火箭，它是以曾经风靡全球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里的千年隼飞船以及火箭的1级拥有9台发动机而得名的。到目前，猎鹰9号火箭已经发展出5个版本，包括已经退役的 1.0 版、1.1版、全推力版
也叫 Block 3，还有就是 Block 4。目前服役的是 Block 5。SpaceX 公司还在猎鹰9号火箭的基础上开发了重型猎鹰运载火箭。重型猎鹰运载火箭由3个并联的一级火箭来替换原来的单一级火箭，从而实现更大的运载能力。火箭的心级直径是 3.7 米，高度是70米，起飞重量是550吨。在运载能力方面，猎鹰9号火箭在一级火箭不回收的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 22.8 吨。在一级火箭回收的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大约是 15.6 吨。而在全回收状态下的重型猎鹰的运载能力更是达到了45吨。猎鹰9号火箭在人类的航天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历史上第一种一级火箭可以多次重复使用的液体燃料运载火箭，彻底颠覆了运载火箭只能一次性使用的思维定式。它也是首款由私人企业承包国家探索太空和载人航天发射工作的火箭，从而真正的开启了商业航天的时代。它的低成本、多并发、垂直回收、多次复用、快速迭代的设计思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航天设计思维，影响了商业航天时代的火箭设计，并以其极其低廉的发射价格，彻底改变了国际商业航天市场的格局。在研制和发射方面，2005年10月，SpaceX 宣布了在2007年上半年发射猎鹰9号的计划。最终 1.0 版的猎鹰9号火箭在2010年6月份首飞。截至2013年3月， 1.0 版的猎鹰9号火箭共进行了5次发射，除1次是部分成功外，其余的发射均取得了成功。2013年9月， 1.1 版的猎鹰9号火箭首飞成功。到2016年1月的末次飞行， 1.1 版的猎鹰9号火箭总共进行了15次发射，取得14次成功。Block 3版的猎鹰9号火箭首飞于2015年的12月，到2016年的8月的末次飞行， Block 3火箭总共进行了25次发射，除了1次任务火箭在发射前发生爆炸之外，其余都取得了成功。Block 4火箭首飞于2017年8月，总共进行了13次发射，都取得了成功。现在仍在使用的 Block 5火箭首飞于2018年5月，最近一次发射是在今年的6月5号。在一级的回收方面，2015年12月，在最后一次 1.1 版火箭的任务中，猎鹰9号火箭的一级火箭在陆上着陆成功。2016年4月，Block 3版的猎鹰9号火箭第一次在海上着陆成功。2017年3月，执行 CRS-8 任务的 Block 3火箭的一级再次发射，实现了一级火箭的重复使用，并且这枚一级再次被成功回收。此后 Block 3和 Block 4火箭都可以重复使用一次。时间到了2018年12月， SpaceX 第一次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3手的 Block 5火箭，这标志着猎鹰9火箭重复使用技术达到了新的里程碑。到现在 SpaceX 仅仅用27枚 Block 5的一级火箭就成功地进行了287次发射，在295次回收中取得了291次成功。回收次数之所以会多于发射次数，这是因为有时候发射的是重型猎鹰火箭，一次发射需要回收3枚一级火箭。到现在，猎鹰9号火箭总共进行了344次发射，301次回收，275次复用。然而，除了一级火箭，从2019年11月开始，猎鹰9号火箭的整流罩也开始回收。目前，在猎鹰9号火箭的主要组成部分里，只有2级火箭还不能回收，而这就不符合马斯克把省钱进行到底的基本思路。星舰就是进一步贯彻马斯克省钱思路的有力证据。到这儿，我们就不难看出，如果从 Block 3火箭首飞到现在 SpaceX 用了9年半，如果从 1.1 版火箭首次着陆到现在 SpaceX 用的也是9年半，星舰所需的时间应该比这个更短。介绍完猎鹰9火箭那令人炫目的成绩单，
就让我们再来看看星舰，让我们参考猎鹰9火箭的发展速度，星舰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呢？本来想闷头继续写稿，突然想起来有很长时间没看马斯克的推文了，上去一看，我的咬合关节估计又要受伤了。其中的原因嘛，大家还是看屏幕吧。不过在谈论星舰之前，我们还是先看看星舰试飞过程中暴露出来的2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就是超重发动机的点火和稳定工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星舰上一直就存在。星舰首飞的时候，火箭点火时就有3台发动机没有被点燃，在整个4分钟的飞行过程中，最多的时候出现了6台发动机不工作的现象。星舰2飞的时候，分离后的超重准备第2次点燃位于底部的中圈10台发动机而没有成功。星舰3飞的时候，超重的第3次点火，也就是最后的制动点火没有成功。星舰4飞的时候，超重上位于外圈的20台发动机中的1台，在火箭离开发射台后不久就突然关机了，此后这台发动机再也没有工作。而制动点火的时候，中圈也有1台发动机没有点燃。当然，相比于安装了6台发动机的飞船，想让安装了33台发动机的超重的所有发动机都能够全程的正常工作，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马斯克真的想让星舰实现航班化的载人飞行，恐怕就必须要做到这一点。虽然使用33台发动机肯定充分考虑了设计的余量和安全系数，但在已经确定了余量和安全系数的条件下，有发动机工作不正常就是故障。故障虽然不一定会造成事故，但故障一定是事故的隐患。如果说带着这种隐患来执行货运任务还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带着这种隐患来执行载人任务是肯定不能够被接受的。所以 SpaceX 肯定还要在发动机、燃料供给系统、贮箱结构和控制系统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就是飞船的热防护问题。从试飞飞船载入后的视频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至少在飞船表面曲率变化明显的舵面根部等部位，防热瓦的热防护能力和固定方式很可能都存在着问题。不过有朋友向我提供了屏幕上这条消息，难道马斯克打算至少是在局部弃用现在安装在飞船上的 Tufrock 材料的防热瓦，而改用性能更好的防热瓦吗？或者是在热影响集中区，在现有防热瓦的外表面再敷设防热性能更好的防热瓦呢？这点还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继续观察了。不过在这儿我有一个设想，我们知道现在飞船使用的防热瓦是耐高温材料的防热瓦。在航天领域，除了耐高温型防热瓦之外，还有一种被称为烧蚀防热材料的防热方式。耐高温型防热材料的耐热温度非常高，而且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价格高昂。而烧蚀型防热材料的耐热温度没有耐高温型高，但这种材料在承受高温的时候，表面会迅速被高温气化，气化的材料会带走表面大量的热，从而达到热防护的目的。这种材料的价格呢，相对于耐高温型也比较低廉，但由于每次使用都会有防热材料被气化，所以这种材料的重复使用寿命和辐射的厚度有关。一般情况下，航天器的重量都会受到严格的控制，所以这种热防护材料的辐射厚度一般也会被定在满足一次任务的使用，下次想用的时候呢，就需要重新辐射。马斯克如果想在短期内就用临时性的措施来解决热防护的问题，就可以采用在现有防热瓦的外表再敷设烧蚀型防热材料的方法。不过如果能找到更好而且更合用的耐热型热防护材料，那将是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另外，虽然马斯克没提，但防热瓦的脱落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我估计 SpaceX 还是会改进局部防热瓦的固定方式，使之能够承受更强烈和更高温的等离子体的冲击。说完了2个主要问题，就让我们来看看星舰的未来。在今年年内，后续星舰发射方面，尽管马斯克曾经向外界宣布
今年的星舰将至少进行6次飞行实验，但我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难度非常大。到目前，星舰已经进行了2次飞行实验。回顾星舰以往的历次发射，每次发射的间隔时间从最初的大约7个月，到后来的约4个月，再到现在不足3个月，呈递减的趋势。同时，随着星舰在飞试中的表现越来越好， FAA 也宣布放松对星舰发射的监管，星舰的发射间隔期还会进一步得到缩短。而且 SpaceX 在5月份就已经进行了即将参加第5次飞行实验的 SHIP-30的第1次静态点火实验。看来 SpaceX 似乎已经对星舰的5飞进行了大量的准备，但他们无法准备的是如何落实4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解决措施。而真正需要花费时间来处理的，正是在这些解决措施的落实上。所以，如果说以前影响星舰发射间隔期的主要因素还是在 FAA 的批准上的话，那下面就要看 SpaceX 自己了。认清一个问题的原因是需要花时间的，制定解决措施同样需要花时间，而落实更需要花时间。更何况，马斯克还会不时对任务的目标进行调整。所以我是不大会相信 SpaceX 能在今年完成6次星舰发射的。星舰今年最可能的是完成5次飞行实验，用星舰的5飞和6飞解决筷子回收超重和飞船热防护以及平台软着陆的问题。在6飞和7飞中携带模拟载荷，甚至测试模拟载荷的释放功能。2025年，如果前面的实验进行的都非常顺利，星舰的8飞可能会携带星链卫星，9飞和10飞的星舰可能会测试星舰游船和在轨推进剂加注。同时，马斯克会继续用星舰来发射星链卫星，星链网络的建设会大大加速，手机直连星链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覆盖全球。在下半年， SpaceX 的测试重点可能会是无人星舰月球着陆飞船。至于是星舰飞船整体落月，还是由星舰飞船携带专门的月球着陆飞船来执行这项任务，由于我目前没有得到任何 SpaceX 在研制独立的月球着陆飞船的信息，我觉得 SpaceX 大概率还会是在现有的星舰飞船的基础上改进飞船的结构，配置所需的系统，让星舰飞船整体落月，并以此为基础研制2026年阿特米斯3载人登月任务的月球着陆飞船。不过有一点可能是出乎了我的意料，我在和老范的那期直播里还在谈，我认为马斯克会在2030年以后向火星发射无人飞船，可根据刚才的那条消息，马斯克打算在3年内就向火星发射无人飞船。仔细想想，这样也并非不可能，只是这需要占用一定的公司资源。只要 SpaceX 能够调配好这些资源，这么做应该是没问题的。这样算来，2026年到2030年摆在星舰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2艘载人月球着陆飞船、星链卫星发射、参与国际空间站的货运运输、参与国际商业空间站的建设、参与月球门户空间站的建设，为部分航天器补充推进剂燃料。当然，这是在星舰游船试验成功的基础上的。另外，最后一点，向火星发射无人飞船和侦察卫星，为未来开发火星进行选址。在此期间，马斯克还可能会开始把星舰用于载人近地观光航天器的实验，毕竟这种做法对于提高星舰的影响力意义重大。在这段期间，星舰将接替猎鹰9号火箭的位置，成为航天发射市场的主力。在那个时候，可能平均每周都会有2到3次星舰发射，星链的使用将更加方便，也会更加便宜。当时间到了2031到2035年，马斯克可能会先尝试向火星发射数量可观的着陆飞船，进一步为未来开发火星选址。然后，马斯克可能就会尝试向火星发射火星版的气象卫星、GPS 卫星和星链卫星，使这些卫星至少能对火星上选定的区域实现不间断的覆盖。在地球这方面，此时有 4.2 万颗星链卫星的网络可能已经建成，
星舰每年还需要进行50到80次的发射，来替换寿命到期的星链卫星。国际商业空间站可能也已经基本建成，乘坐星舰前往国际商业空间站会成为新的旅游项目。此外，星舰还需要执行向月球门户空间站输送物资的任务。在轨道上可能还会停留着大量的星舰游船，这些游船将会成为太空加油站。当其他处于近地轨道的航天器推进剂即将耗尽的时候，可能就会变轨来到星舰游船的轨道，由游船实施太空推进剂补充，然后再返回自己原来工作的轨道。同时还会不断地有星舰穿梭游船往返于地面和游船的轨道，为游船补充推进剂。总之，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太空的生活可能会真正地向我们走来。好，关于星舰4飞后的展望，今天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不知道您看了之后有些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一起讨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